伦敦眼 London Eye 会又称为千禧之轮 Millennium Wheel， 树立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畔的兰贝斯区。麻雀虽小，你才虽小。这边吃饭，可以看到后面非常多的鸟，然后它们很凶，一直在抢东西吃，然后一直东西飞来飞去，因为大家喜欢喂它们吃东西，那它们也喜欢被喂吃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位置是在巴黎北站。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要准备搭乘这个计程车去这个我们的饭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时间呢是已经来到了这个 Hotel Louison， 用法文是 Hotel Louison，对，好，我要被揍了。它的电梯非常酷，但因为现在非常晚了，所以我就明天早上再给大家看。OK， 这边是大门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房卡插进来，这边是浴室，一推进来，非常大的这个洗手台，然后浴缸。这是我，然后这是一个马桶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布局。然后这边是一个 mini bar， 那一瓶后面的可乐要6块欧元。然后他们家非常好的呢，还给了一瓶水跟一些杯子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些小东东。然后这边是我的沙发床，然后这边是我爸妈的双人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非常的小，大家可以看到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忙碌行程就先到这边。我明天早上要非常早起因为我们这个巴黎铁塔算比较晚定啦，我们的是8点20的票，那我们就要非常早起，吃完早餐赶快赶过去巴黎铁塔。那我们明天在巴黎将会迎来更可怕的一天，我们将要把这个比较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跑过一遍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明天早上见，应该说明天清晨见吧，拜拜。埃菲尔铁塔也常称为巴黎铁塔，是位于法国巴黎第7区塞纳河畔战神广场的铁质镂空塔，世界著名建筑，也是法国文化象征之一，巴黎城市地标之一，巴黎最高建筑物。埃菲尔铁塔建成于1889年，出名为300公尺塔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巴黎铁塔的2楼。OK， 那这边看这个景色，我觉得非常厉害。毕竟身为全法国第1高楼，这个气势还是要有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游览一下美景，晚一点可以上去我们的顶楼。后得名自其设计师古斯塔夫·埃菲尔。埃菲尔铁塔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，也是世界上最多人付费参观的名胜古迹。这个为了世界博览会而落成的金属建筑，是法国参观人数第2多的文化景点。1986年，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将该建筑列入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。1991年，埃菲尔铁塔连同巴黎塞纳河沿岸整座被列入世界遗产。埃菲尔铁塔以312公尺的高度占据世界最高人造建筑的位置长达40年，直到纽约克莱斯勒大厦的出现。
其位于279.11公尺处的观景平台是欧洲范围内公众能够抵达最高的观景台，在全欧洲范围内仅次于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。埃菲尔铁塔的总高度曾通过安装天线而多次提高，这些天线曾被用于许多科学实验，现在主要用于发射广播电视信号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巴黎铁塔的最顶端了，那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塞纳河。OK， 这不是绿幕，背景没有很假。从伦敦到现在也是一直在课本上看过的东西，现在终于登上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1楼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讲，对，它这边还有一个1楼，然后就是也算是一个观景平台啊，是最大的一个平台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巴黎的街头，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吃完这家早午餐，虽然排了非常久，但我觉得这个算蛮值得的，因为确实蛮好吃，也蛮有特色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前往罗浮宫，没有错，这个我们要去看蒙娜丽莎了。对，虽然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啦。那我们现在打算坐个他们的地铁过去，对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就相信 Google Maps 吧。好多关卡哦。好，那我知道现在声音很糟糕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这个罗浮宫金字塔的正下方。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要准备入场。OK， 我们已经买了电子票，我们就准备来看一下这个蒙娜丽莎真面目长什么样子吧。然后它导览机超酷的，它导览机是 Nintendo 3DS 罗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，原是建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王宫，现在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，是巴黎市中心最知名的地标。罗浮宫收藏着大约40万件的艺术作品，涵盖古埃及、希腊、古东方、美术工艺、绘画和雕塑等等门类，是法国王室和共和政府历经数千数百年的努力才造就如此规模，成为法国文化的旗舰，欧洲规模最大的宫殿群，全球博物馆的精神指标。罗浮宫最著名的莫过于玻璃金字塔，是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罗浮宫扩建工程，是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。在罗浮宫的入口处便可看到这个精神地标。罗浮宫博物馆内可分为几个参观区域，展示内容相当多样化，有黎塞留馆、苏利馆和德农馆。黎塞留馆展示着东方的文物和文化，包含雕塑作品和伊斯兰文物，也有中世纪法国的油画和德国、尼德兰和弗兰德斯油画。苏利馆展览上古埃及、古希腊、尼特鲁里亚、古希腊的文物与雕塑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画廊这边哦。那我真的首先第一点，他们这边的画真的是不知道在大几点的，他们到底怎么画的，我真的非常好奇。然后第二点，他们真的可以穿个衣服。
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刚刚呢确定看到了这个蒙娜丽莎的真迹，我跟它距离大概只有差不多5公尺左右，值了，这一趟值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再稍微逛一逛，我们就先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吧。德农馆则拥有古希腊、伊特鲁里亚和上古罗马雕塑作品，也有不少的中世纪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油画。此外，罗浮宫内还有雕刻部门和绘画部门，绘画则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的作品都有，举凡达文西、齐马布伊、安格尔等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皆有在此展出，让罗浮宫博物馆成为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圣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从地铁站出来，我们来到就是这个Arc de Triomphe，就是凯旋门。哎，我不知道念标不标准，但是反正就是凯旋门啦。对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观光客行程呢，然后我们真的是观光客啦。那现在时间就让我们前往今天旅程最后一站，也就是这个名牌云集的香榭丽舍大道。Go！各位，我真的要跟你讲一下，这背景真的没有假。来，我们晃一下镜头，我镜头晃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一下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好不好？这真的是我们在巴黎找到一个点，好不好？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我知道这真的超美，无法置信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好，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行程就到这边，超累的。对了，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，晚安。巴黎起来有够美的。早上好，巴黎！现在我在巴黎里昂车站。那是的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就要离开巴黎了。我们真的是一个快闪哦，我们只住2个晚上，然后待了1个整天就走了。那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呢，我们的回程呢被迫得去到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机场才能回台湾。那第二点就是呢，因为呢，我爸非常担心我们在巴黎会被偷东西，虽然我们结果是没有啦。那我们要搭乘的是这个11点18分的 TGV 前往米卢斯，那中文是翻米卢斯。然后呢，再来我们要转乘从这个地方前往 Basel。
它是在一个瑞士的边境小镇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才要再搭下一班火车，前往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因特拉肯。其实我们今天原本是要搭乘这个10点22的 TGV Lyria， 然后它是直接达到 Basel。不过呢，因为今天早上计程车叫不太到，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先取消了。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用的是 Trainline， 就是我是到网络上查攻略，到欧美非常通用的一个 App 啦。那这个我们原本是在大概1个多月以前订的，那当时的票价高铁大概是$400。欧洲的火车是真的蛮贵的，他们坐起来绝对不会比台湾的舒适，但绝对会比台湾的贵。后来我们因为重新订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3趟车要换2次车的情况下，换算下来总共要$800，这个真的是吓死人，这个都可以去日本来回了。如果想要来欧洲旅行的话，记得这个火车票的费用呢是会非常高的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巴塞尔车站，那这也就表示欢迎各位来到瑞士。其实这个 Basel 车站哦，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车站，因为我刚刚看它大概有30几个月台，我看到快吓死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Interlaken Ost， 就是因特拉肯东站。那它算是因特拉肯2个站里面呢，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站哦。那我们刚刚已经买了一点就是治疗高山症的药，以及一些厚衣服。那我们晚一点就会到我们的旅馆先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。那我们刚刚也搭乘完这个瑞士国铁，那简短的心得就是真的很稳，你就想象是台铁的速度。高铁的这个稳定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吧。顺带一提，因特拉肯真的超热的，现在32度，真的是快死了。为什么这几天？好，必须得说，我们这个行程真的不是给人走的哈，因为这次行程是我自己排的，连旅行社看来都摇摇头，真棒。反正呢，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搭火车来到这个因特拉肯小镇。那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感受到了欧洲的热浪。那在晚上下雨过后呢，我们也感受到了欧洲的温差多可怕。然后我们也吃了一些蛮正统的瑞士餐，然后非常的特别。然后他们的汽水是蓝色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养精蓄锐，准备明天一早登上杨桃哟。